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美股正在创造历史。就在2025年9月15日，标普500指数首次突破6600点，美股大盘持续创下历史新高。在这个市场狂欢的时刻，我们要如何挑选最好的投资标的？今天查理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场美股指数 ETF 的终极 PK。我们精选了10只表现极其优异的 ETF。里面不仅有大家熟知的 VOO 和 QQQ， 还有一些你可能忽略的黑马。我们将从长期回报和抵御下跌风险两大维度，深入分析这些 ETF 到底谁才是攻守兼备的王中王，哪只指数 ETF 最值得我们重仓并且长期持有？是大家普遍看好的 QQQ， 还是专注于科技的 VGT， 还是另有高手？如果你也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如果您喜欢我的内容，记得点击订阅查理斯木频道，查理会持续分享更多有价值的投资见解。好，那就让我们正式开始吧。第一支入围 PK 名单的是 IWM， 它追踪的是罗素2000指数。罗素2000是衡量美国中小型市场表现的重要指标，由富时罗素公司于1984年成立。它从美国前3000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中选取市值排名最小的2000家公司股票构成。虽然这2000家公司的总市值只占罗素3000指数总市值的7%到10%，但它们覆盖了美国经济的众多行业，被广泛视为最能代表美国小型企业状况的晴雨表。罗素2000指数在每年6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会对其成分股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和调整。富时罗素会根据当时的股价情况，选出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市值最大的3000家公司，进而再筛选出市值排名第1001位到第3000位的这2000家企业。如果一家公司在过去1年的表现优异，市值大幅增长，其排名就会从罗素2000的范围提升到罗素1000。在这种情况下，这家公司就会被从罗素2000和 IWM 成分股中剔除，并被纳入罗素1000指数中。那我们就说这家公司已经顺利毕业了，它完成了从小公司变身为大公司的华丽转型，是成功和成熟的标志。这个升级可以为公司带来很多实质性的好处，包括更低的借款融资成本、更大的全球知名度以及更好的流动性。更多华尔街的投资机构者也会买入他家的股票。查理认为，罗素2000指数实际上就是巨头的摇篮。我们熟知的每一家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股巨头，包括苹果、特斯拉、英伟达等等，都曾是 IWM 的成分股。如果我们看截止到2025年9月中旬的 IWM 持仓情况，会发现有不少今年表现强劲、风头正盛的明星企业，包括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头羊 IonQ， 以及备受争议的线上大卖减肥药的远程医疗公司 Hims and Hers。他们在未来几年可能从 IWM 顺利毕业，晋升到我们下一个要讲的罗素1000 ETF IWB。如果我们看 IWM 这支 ETF 在过去10年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会发现 IWM 的表现其实并不理想，只维持在8%到9%的平均年化率。如果你在10年前花1万美元买入 IWM 并持有到今天，那么它现在的价值会是2.07万美元，在10年内给你带来了107%的总收益。考虑到美股大盘在2020年新冠疫情结束之后狂飙式的疯涨，IWM 的进攻性非常有限。那在抵御下跌方面， IWM 近10年的最大跌幅出现在2020年1月到3月之间。当时因为新冠疫情突然爆发，很多像餐馆、旅游景点等中小企业不得不关门停业，导致当时的小型股在短时间内被大规模抛售。IWM 也在2个多月内暴跌了37%的价格。可以看出 IWM 的防御性也一般。如果遇到黑天鹅事件，投资者首先抛售的就是中小型公司的股票。当然 IWM 在2020年3月到2021年春天有过一段巅峰期，当时美联储大放水，
把基准利率控制在0.25%左右，使得中小公司的融资成本大幅降低。有很多热钱投资初创型企业，使得 IWM 的表现有短暂性的爆发期，当时的回报率要优于标普500指数 VOO 和纳指100的 QQQ。然而，随着通胀的飙升，美联储不得不在2022年3月开始暴力加息，以抑制通胀，这使得 IWM 在过去4年表现都不好。因此，查理给罗素2000指数的 IWM 评分如下：进攻性为2分，防御性为3分，综合评分5.5分。查理个人可能在低利率时期，比如像2020到2021年那样，低买高卖 IWM 做短线套利交易。但是考虑到其长期回报率偏低，而且抗风险能力也较弱，查理不会长期持有 IWM。那说完 IWM 和罗素2000指数，下一个要聊的当然是 IWB 和它追踪的罗素1000指数。罗素1000代表了美国股市中市值最大的1000家上市公司，占了美股总市值的90%，几乎涵盖了美国所有的重要行业，包括金融、科技、医疗、消费品和工业等等。如果我们看 IWB 的成分股，会发现它就是按照市值来分配比重的，包含了美股所有的大公司，有像博通、特斯拉和 Meta 这样的成长型股票，也有像伯克夏哈撒韦和沃尔玛这类价值型的股票。可以这么说啊，罗素1000指数是比标普500更全面的美股大盘，因为它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如果我们看 IWB 在过去10年的表现情况，会发现它的投资回报率要远好于 IWM，在过去5年的平均年化率达到了16%，在过去10年的平均年化率也有13%以上。如果你在2015年9月花1万美元买入 IWB，并持有到今天，那么这笔投资现在价值3.3万美元左右，给你带来了228%的长期收益。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在过去的熊市下跌时期，IWB 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稳健的。在过去10年，它的最大回撤幅度只有26.3%，发生在新冠疫情刚开始的2020年春天。这个回撤幅度是我们研究的10只指数里面非常小的。当然，这得益于罗素1000指数的全面性，让它具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投资者也完全不用担心风口变了导致的板块资金轮动带来的影响，因为钱只是从罗素1000指数的一个板块转移到了它的另一个板块 ，IWB 的价格维持不变。那综合它的过去表现，查理给 IWB 的进攻性打3分，防御性打4分，总体评分为7分。查理认为 IWB 是非常适合投资风格偏向稳健的长期投资者考虑买入并长期持有，因为 IWB 的抗风险性很强。而且它包含的行业领域很广泛，总会有新的风口公司出现，推动罗素1000指数和 IWB 不断创高，值得拥有。那聊完了罗素2000和罗素1000指数，接下来出场的是由著名券商 Charles Schwab 出品，专注于美国成长型大公司的指数 ETF， 代码是 SCHG。SCHG 追踪的是道琼斯美国大型股成长指数，由大约230家市值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构成。它在过去5年的表现相当优异，从2020年的15美元一路涨到了现在的31美元，涨幅高达127%。此外，相比于 VOO 动辄数百美元的单价，SCHG 在拆股后只需要30美元左右即可购买，非常适合资金比较紧缺的投资朋友定投指数。如果我们看 SCHG 的构成股，会发现它主要投资在美国市场中规模很大，而且又兼具成长特征的企业。要想入选 SCHG， 一家公司必须有强劲的营收增长，持续的业务扩张，市场份额的提升也必不可少。由于它使用了市值加权，它的前几大持仓包括英伟达、微软、苹果等，占据了 SCHG 的绝大部分权重，而市值较小的成分股的权重非常低。总的来讲 ，SCHG 的进攻性很强，而且抗风险能力也还 OK， 毕竟持有的都是热门的大公司的股票。这张图显示了 SCHG 在过去10年的表现，它的10年平均年化率为17.6%，要显著高于 IWB 大概13.2%的年化率。
如果你在10年前花1万美元买入 SCHG，放到现在，它的资产价格会涨到4.8万美元，翻了快5倍，表现绝对让人满意。然而，在熊市时期，因为是成长型指数，SCHG 的下跌幅度要明显大于像 IWB 或者 VOO 这类包含了价值股和防御性板块强的指数。SCHG 在2022年因为美联储加息导致的美股大熊市中，总的下跌幅度高达34.6%，要远高于标普500在同一时间大概24%的最大跌幅。因此，查理给 SCHG 在投资回报率，也就是进攻方面打4分，在防御性方面打3分，总体评分打7分。它可以作为长期投资者所持有的指数类投资。如果你的风险偏好较低，可以搭配 SCHG 和其他更稳健的投资品，比如短债和黄金，作为长期持有的标的。那聊完了3个综合性的指数 ETF，接下来让我们换换口味，来聊一下美国的航空航天和国防行业的专门型 ETF，代码是 XAR。因为最近几年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美国政府在国防工业领域不断持续的提高投资，使得 XAR 的价格水涨船高。在过去5年，XAR 已经从不到100美元每股涨到了现在的221美元，涨幅高达142%。如果我们看 XAR 当前的成分股，可以看到今年表现非常亮眼的 Rocket Lab 和 GE 公司都是构成 XAR 的重要组成股票。XAR 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每只成分股，无论公司市值大小，在每次调仓时都会有大致相等的权重。这与传统的市值加权型 ETF，比如 IWB 和 SCHG 不同，后者会给予大公司更高的权重。通过等权重策略 ，XAR 降低了对少数几家大型国防承包商，比如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等公司的过度依赖，从而提升了对中小型航空航天和国防公司的敞口。由于国防军工类企业通常受益于全球国防开支的增加以及商业航空领域的长期增长，对于看好这些趋势的投资者来说 ，XAR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投资工具。这是 XAR 在过去10年的表现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投资回报率非常高，和之前讨论的 SCHG 差不多，10年的平均年化率达到16.2%，要优于罗素1000指数 IWB 13.2%的年化率。从2015年9月到2025年9月，投资 XAR 也能为我们带来超过300%的收益。然而，美中不足的是，XAR 的最大回撤比例是10只指数 ETF 里面最高的。它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在短短2个半月的时间内，有高达44.4%的下跌幅度，这也是投资单一板块所固有的巨大风险。虽然这种可能性很低，但是我们在未来某个时段可能再次看到国防军工类股票因为某种原因被市场集体抛售，这会对 XAR 的价格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查理给 XAR 的进攻性打4分，防御性只能打2.5分，总体评分为6.5分。查理不会单一重仓持有 XAR， 而是会配置一部分仓位给它，同时再搭配一些其他更加综合性的指数 ETF， 比如 VOO、QQQ， 以此来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好，看完了航空国防板块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科技领域的代表性 ETF， 大名鼎鼎的 VGT， 它是由 Vanguard 先锋集团推出，追踪美国信息技术行业的指数类 ETF。可以看到，得益于 AI 人工智能的兴起， VGT 在过去5年的涨幅惊人，超过140%。VGT 的持股相对集中，前10名持仓的公司股票占了总体资金资产的60.8%。可以看到 ，VGT 的主要成分股都是目前炙手可热的半导体、云计算以及和AI 密切相关的大科技公司，包括英伟达、微软、博通、Oracle 和 Palantir。这些股票的整体估值都非常高，是被市场追逐的明星企业，他们的绩效表现非常优秀，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潮流，人工智能和硅基生命的崛起。翻开 VGT 在过去10年的成绩单，查理不禁眼前一亮。
它在2015年到2025年的平均年收益达到了惊人的22.42%，要远高于 SCHG 17.6%和 XAR 16.2%的年化率。如果你在10年前花了1万美元全仓 all in VGT，那么现在这笔投资的价值将达到7万美元，净利润率高达600%，这也是本期视频中所能达到的最大利润。当然 ，VGT 在熊市下跌潮中的表现就没有那么优秀了。它的最大回撤发生在2021年11月到2022年10月的美股熊市中，总体下跌比例达到了34.6%，要显著高于同时期标普500大约24%的回撤幅度。根据这些数据，查理给 VGT 的净空性打满分5分，防御性打3分，总体评分高达8分。如果你是坚定的指数长期持有者，不担心1到2年美股熊市下跌潮的回撤，那确实可以考虑重仓持有 VGT， 因为它能给你带来巨额的回报。另外，买入 VGT 的好处还包括 Vanguard 集团极低的管理费，只有不到0.1%，长期持有非常划算。当然，现在 VGT 的单价已经突破了700美元。如果你的资金有限，还可以考虑买 XNTK 和 XLK。XNTK、XLK 的表现和 VGT 很接近，但是单价更便宜不少，同样适合定投并长期持有。当然，如果您想提高投资组合抗风险的能力，可以在定投 VGT 的同时，搭配着买入 VOO、IWB 等综合型指数。如果你认为 VGT 就是美股 ETF 的战力天花板，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接下来我要为你介绍一只指数 ETF FNGS， 它几乎集中了全美最顶尖的科技与非必需消费品的公司股票，并且仅由10家科技巨头组成，算是精英中的精英。FNGS 自2019年问世以来，表现甚至比 VGT 还要亮眼。在过去5年 ，FNGS 的涨幅已经超过了3倍。但请注意 ，FNGS 是一只 ETN， 中文名称是交易所交易票据，由蒙特利尔银行 BMO 发行，与传统的 ETF 有本质的区别。当你购买 FNGS 的份额时，你买的并不是一篮子股票，而是一张由蒙特利尔银行发行的票据，一个承诺。BMO 承诺，当该票据到期或者被赎回时，它会支付一个与 NYSE FANG Plus 指数表现挂钩的回报，同时扣除相应的费用。由于它是一种债务凭证， BMO 本身并不持有指数中的实体股票，比如苹果、谷歌或者亚马逊。相反， BMO 利用其资产负债表做出这一承诺，并可能通过复杂的金融工具来复制指数的回报。这种结构带来了一个传统 ETF 所不具备的重大风险：发行人的信用风险。如果 BMO 面临财务困境或者破产，那无论 NYSE 的 FANG Plus 指数表现如何，你都可能损失全部的投资。这是所有 ETN 的一个基本风险，各位投资朋友在买入 FNGS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接下来详细聊一聊 FNGS 这只 ETN 到底追踪的是什么。它追踪的指数叫做纽约证券交易所 FANG Plus 指数，这个名字来自其早期的5大核心成分股 Facebook， 也就是现在的 Meta、Apple、Amazon、Netflix 和 Google， 现在的 Alphabet， 再加上微软，这6家科技巨头构成了指数的基础。除了这6家公司， FANG Plus 指数还会定期筛选另外4家公司来填补席位。它的选股标准非常严格，会综合考虑公司的市值、日均交易量、营收增长率有多少等多个维度，选取排名最高的非 FAANGM 公司。截止到2025年9月中旬， FNGS 的成分股还包括英伟达、博通、CrowdStrike 和 ServiceNow。值得注意的是 ，FNGS 是一个等权重指数，这意味着它的每家成分股比重都设在10%，并且每季度都会进行一次再平衡。如果某只股票不再符合其高增长性的要求，或者有更具潜力的公司出现， FNGS 就会毫不犹豫地更换成分股。对，它简直把华尔街追涨杀跌的嗜血本性发挥到了极致。当然，在最近10年，美股大多数时候都呈现出长牛的特征，使得 FNGS 的追涨杀跌策略变得极为奏效。
它在过去1年的回报率超过40%，是标普500指数回报率的2.7倍。FNGS 在过去5年的平均年收益率达到了25.9%，远高于同一时期 VGT 的17.1%的收益率。因为它是从2019年11月才开始面世的，所以我们还没办法计算 FNGS 在过去10年的平均回报率。但是在这仅仅不到6年的时间里 ，FNGS 的价格已经翻了5.7倍，给投资者带来了超过450%的巨额收益。除了英伟达和博通，其他科技巨头的股票，不论是谷歌还是微软，都远低于 FNGS 的表现。当然，在2022年美股大熊市时期 ，FNGS 在1年内最大跌幅高达47.1%，是这10只指数 ETF 里面最高的。这表明它因为高度集中，抗风险能力很差。结合已有的讯息，查理给 FNGS 的进攻性打满分5分，给它的防御性只能打2分，综合评分为7分。显然，因为它的高风险性 ，FNGS 并不适合普通的个人投资者100%重仓持有，而必须搭配防御性更强的 IWB、VOO， 甚至短期美债，比如 USFR、SGOV 来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当然，如果我们处在牛市的早期，那么买入并且持有 FNGS 会给我们带来惊人的回报。但是，普通投资者很难判断买入 FNGS 的时候是处在牛市的早期、中期还是末期。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查理根据海量数据打造了一个 AI 投资系统 （CRI 投资系统），能够帮助大家准确拿到地图和指南针，以此来判断是否可以激进的买入并且持有像 FNGS 这样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品。好，聊完了 FNGS，我们最后再来聚焦一下美股大盘的3大指数：是道琼工业、标普500和纳斯达克100指数。首先是道琼工业指数，追踪道指的是代码为 DIA， 由 SPDR 公司出品的，在美国市场上流动性最高的指数 ETF。它的成分股是30只美国最大的上市公司。由于这些公司通常是各自行业的 No.1， 所以常常被大家称为蓝筹股。如果我们看 DIA 的组成公司，会发现它主要由各个行业的龙头构成，包括金融行业的高盛、科技行业的微软、重工业的 Caterpillar 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的 Home Depot 等等。然而，由于道琼工业指数早在1896年就被华尔街日报的创始人 Charles Dow 建立，所以它一直保持着价格加权的传统。这就意味着，如果一家公司的股票单价越高，那么它在 DIA 中的占比就越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盛的市值要远低于微软，却因为 GS 的股价比 MSFT 的股价要高，它在道指中的权重却能力压微软排名第一的原因。让我们来看看 DIA 在过去10年的表现如何。可以看到，由于传统行业在近几年发展的并不好，道琼工业指数的回报率是比较低的。DIA 在过去10年的平均年化率只有12.9%，仅仅略高于追逐罗素2000的小盘IWM 大约8.8%的年化率。在我们考虑的这10只美股 ETF 里面，排名倒数第二，而且道琼工业指数的防御性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DIA 的最大下跌潮出现在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疫情爆发时期，当时它的价格在3个月内暴跌了33.8%，也是只比 IWM 的情况稍微好那么一点儿。那在综合考量之后，查理给 DIA 的进攻性评分为2.5分，防御的评分为3分，总评为5.5分。查理个人不会买入并长期持有道琼工业指数，因为它更像是代表美国在20世纪的余晖，和 VGT、FNGS 代表的未来潮流刚好相反，这就使得 DIA 的长期表现并不理想，仅仅比小盘股指数 IWM 要好一些，不适合投资朋友定投。好，聊完了道指，接下来终于来到了本次 PK 的高潮。我们来看看标普500指数 ETF VOO 的表现。VOO 是由 Vanguard 先锋集团出品，在2025年2月18日 ，VOO 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了6320亿美元，超越了同为追踪标普500的 SPY， 成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 ETF。VOO 的管理费用非常低，只有0.03%，因此广受投资者的欢迎。它的交易量也很大，流动性极佳。在过去5年 ，VOO 的价格刚好翻倍，表现也是相当优秀的。
当然，标普500指数可以说是美股指数里面的 number one，它包含了美国500家市值最大且在各自行业中具备领导地位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与道琼斯指数的30家公司不同，标普500的成分股覆盖了美国经济的多个重要领域，比如科技、金融、医疗、非必需消费品等，并且标普500采用的是市值加权方式，这意味着市值越大的公司对指数表现的影响力也越大。目前占据标普500指数中主导地位的板块，也是近几年表现最好的板块，分别是信息技术占比34%和金融占比13.8%。接下来我们看看 VOO 在过去10年的战绩，它在过去10年平均年化率是14.6%，要略高于 DIA 12.9%和追踪罗素1000的 IWB 13.2%的年化率，要低于 SCHG 17.6%的年化率。从2015到2025年 ，VOO 的价格也翻了3.3倍，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那 VOO 在近10年的最大下跌潮发生在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爆发时期，当时美股大盘恐慌性下跌，VOO 的最大跌幅为26.3%，是10只美股 ETF 里面第二低的。这证明标普500指数的稳定性绝对毋庸置疑。综合分析之后，查理给 VOO 的进攻性打3分，防御性打4分，总体评分为7分。对于个人投资者，VOO 是非常适合重仓并且长期持有的。查理对于 VOO 的感觉就是很放心，晚上睡觉很踏实的感觉。因为无论出现什么黑天鹅事件，又或者美股来了一个大熊市，VOO 总是下跌幅度最轻、恢复最快的那个。而且，美国政府也把标普500指数作为衡量它施政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会允许 VOO 长期处于下跌的状态，因为美国人的养老金 401k 都放在上面，大家都亏钱的话，美国总统就别想连任了，是吧？好，聊完了标普500指数，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了。我们来分析一下纳斯达克100指数，以及追踪它的 QQQ 基金在过去5年的表现。QQQ 为投资者带来了120%的收益，要比 VOO 同时期100%的收益更好。查理个人非常喜欢 QQQ 这个指数 ETF，因为它拥有创新、多元化投资、高流动性和低管理费等众多优点。纳斯达克100指数由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的市值最大的100家非金融类公司组成。它的成分股涵盖了多个行业，但是以科技公司为主导，例如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等。由于其非金融的筛选标准和纳斯达克市场的特性，纳斯达克100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科技行业的表现。指数中每家公司的权重与其公司成正比。即市值越大的公司对指数的影响越大。和标普500一样，纳斯达克100指数是一个衡量美股市场表现的基准。如果你想投资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但又不想一个个选择，那么投资 QQQ 是一种非常高效和便利的方式。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 QQQ 的绩效表现。在过去10年，QQQ 的平均年收益高达19.4%，要远高于 VOO 平均14.6%的收益率。要略低于 VGT 大概22.4%的年化率。如果你在2015年用$10,000买入 QQQ， 那么到了今天，这笔投资已经翻了5.7倍，价值高达$5.74万，是非常高的长期回报。那在抵御熊市下跌潮方面 ，QQ 最近10年的最大回撤发生在2022年美股的大熊市，当时 QQ 的价格从2021年11月份的高点一路下跌了35.5%。在2022年10月抵达了阶段性的底部。随着 ChatGPT 在2022年底的横空出世 ，QQQ 自此开启了新一轮的长牛走势。从2022年年底到2025年9月，又上涨了125%，表现绝对的强势。那结合历史数据，查理给 QQQ 的进攻性打4.5分，防御性打3分，总分为7.5分，略高于 VOO 7分的评分。本场 PK 最后出场的是一个在2015年才推出，能够做到穿越牛熊，表现长期优于 VOO 和 QQQ 的 ETF，它真正做到了攻守兼备。
没错，它就是追踪标普500动量指数的 SPMO。在过去5年，SPMO 已经为投资者带来了超过150%的收益，远高于 QQQ 120%和 VOO 100%的收益。那么，什么是标普500动量指数？它和我们熟知的标普500有什么区别呢？标普500动量指数主要追踪标普500指数中那些表现出持续价格上涨趋势的股票，它的核心是动量这个投资因子，本质上也是追涨杀跌的策略。这个概念认为，在近期内相对于同类股票表现出色的股票，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继续保持这种趋势。标普500动量指数从标普500指数中选出动量评分最高的100只股票，然后对所选股票根据其市值和动量评分进行权重的计算。这样做可以保证规模较大的公司和上升势头强劲的公司都对 SPMO 的指数有更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看 SPMO 目前最大的成分股，会发现它主要由像英伟达、Meta、博通、JP Morgan 和 Palantir 这样的市值在3000亿美元以上，又呈现出股价持续上行的大公司构成。SPMO 每半年进行一次再平衡，通常是在每年的3月和9月份。它的基金经理会根据动量指数的变动买入新的股票，并卖出不再符合动量标准的股票，以确保基金的持仓与指数保持一致。如果我们看 SPMO 在过去10年的表现，会发现它的平均年化率高达18.5%，和 QQQ 19.4%的年化率很接近。如果您在2015年10月中旬买入 SPMO，那么它的价格现在已经翻了4.8倍，表现相当不错。更令人吃惊的是，在2022年美股熊市下跌潮中，SPMO 的最大回撤幅度居然只有22.6%，要远低于 QQQ 35.5%的下跌幅度，甚至比 VOO 同时期24%的下跌幅度还要更低一些。也就是说，SPMO 在美股牛市和熊市中的表现都非常让人惊叹，真正兼顾了进攻和防守这2个方面。因此，查理给 SPMO 的进攻性打4.5分，防御打4.5分，总体评分达到了9分，满分是10分。SPMO 是这场美股指数终极 PK 的最高分获得者。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次美股 ETF 比拼的结果。排在第一位的是 SPMO， 因为它兼具了高成长性和抵抗下跌风险的2大优点，是当之无愧的冠军。虽然它的平均年化率不是最高的，但是10年内它的最大下跌幅度是最低的。正所谓防守赢得总冠军， SPMO 在这次终极 PK 中获得冠军，实至名归。查理的 CRI 投资系统现在也完全使用 SPMO 代替了原来使用的 VOO 和 QQQ 作为美股指数 ETF 的持仓配置，占了整个投资组合仓位的20%。另外20%的仓位现在放在比特币 ETF IBIT 上。当然，我的 AI 投资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股票市场的走势、美债及利率的变化、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等等，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配置做出必要的调整。只有这样，查理才能做到在牛市中长持指数，在熊市开启时转向短债或者黄金避险。如果你也想获得最新的投资动态，请关注查理斯木的节目，在每期视频的结尾，我都会做最新的更新。好，再让我们回到榜单上来，排在第2名的是科技指数 VGT， 它的年化高达22%，仅次于 FNGS， 最大下跌幅度和 QQQ 差不多，也非常值得投资朋友们考虑，并且考虑长期持有。排在第3名的是纳指100指数 QQQ， 它的整体表现和 VGT 很接近，但是年化率稍低一些，也绝对是指数投资者必选标的之一。接下来的4到7名分别是 IWB、VOO、SCHG 和 FNGS， 他们的总得分都是7分。但是查理按照抵御下跌风险为第一考量因素，把最大回撤幅度低的放在前面。对于稳健型的指数投资者， IWB 和 VOO 绝对是首选标的，特别是罗素1000指数 IWB， 它在近10年的最大回撤只有 26.3%， 仅次于 SPMO 22.6% 的最大跌幅，甚至好于 VOO 31%的最大跌幅。如果您是风险偏好很高的投资者，那么 SCHG 和 FNGS 可以纳入考量，毕竟它们的年回报率还是相当可观的。
那排在最后2位的是道琼工业指数 DIA 和罗素2000指数 IWM， 它们的平均年化率偏低，而且在熊市或者黑天鹅事件来临时，下跌幅度又很重，不适合投资朋友长期持有。虽然这有点反直觉啊，但是对于定投指数的投资朋友，确实应该贯彻追涨杀跌的原则，买入像 SPMO、VGT 或者 QQQ 这样不断在优化成分股的科技类指数。这类指数的 PE 通常偏高，在35到40左右，但同时也意味着它们的价格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处在上涨趋势中，持有它们才能让我们获得最大收益。而反过来，如果我们图便宜，买 PE 比较低的指数，比如 IWM 和 DIA， 又或者图高分红率，买入像 SCHD、DGRO 这样的高股息指数，那只会让我们的长期收益率变得更低，而不是明智的选择。如果想要股息或者分红，可以直接配置部分仓位给 SGOV 或者 USFR。当然，以上内容都是我的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对你有帮助，请你多多点赞、分享和评论。查理非常期待得到朋友们的反馈和来信。此外，查理最近刚刚开通了 CRI 投资交流的微信群，在这里你可以和热爱投资的朋友们自由交流投资心得，共同成长。点击本期视频简介中的链接，使用微信 APP 扫描其中的二维码，就能免费加入我们的投资大家庭。祝你投资顺利，生活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